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雅。这一集呢，是为怀有梦想的你而做的。如果我今天从零开始要到日本找一份工作，不是留学，而是真的在日本找到一个可以养得活自己的一份工作，然后在那边生活。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怎么做呢？首先呢，今天的内容是针对那些拿打工度假签证要去日本过上新生活的你而设计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打工度假呢，我之后也会做一集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首先呢，我会准备大概1个月的生活费，我会让自己在这1个月内找到工作。如果以东京来算的话，我大概会抓个10万日币。这个是吃的方面。我认为呢，我自己算是比较一般的平凡人，我没有特别的节省，也没有特别的奢华。住宿的来讲话呢，我可能会在网络上先找一个短租，然后再到当地以后再找当地的长租。我可能会先订 Airbnb 或是旅馆，订个可能1周之类的。到当地以后呢，再跟当地的中介见面。我可能会为了要省钱，而是选择一些专门租给外国人的房子，或者是一种叫 share house 的，就是跟很多人住在一起的，然后大家一起共用卫浴间。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比较多的钱，因为在日本租房子，你需要准备的通常就是那个月的租金跟2个月的押金。关于日本租房子呢，我们之后可以再聊过。但是呢，就我简单的计算，假如说你要住一个比较离东京市区有点远的，可能8万的房子的话，那你起码要准备24万日币。因此我会认为把第1个月的你的花费全部算进去，准备好存那笔钱，这样你到当地以后，你就花1个月的时间找工作。那再来跟大家介绍，我一定会使用找工作的网站。如果你没有看我上一部在讲日本上班族的事情的话，我建议可以现在去看一下，因为呢，在这边，因为呢这部影片呢里面就是有跟大家说明一下日本应届毕业生跟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找工作是不一样的管道的。以下这2家找工作的网站，第一个呢是 Rikunabi Next。 那如果你今天大学毕业2-3个月，甚至已经好几年，你已经有一些工作经验的呢，就一定要去登录这个网站叫 Rikunabi Next。再来还有一个网站呢，那就是 MyNavi， 这个也是一个大型的网站。其实 Rikunabi 跟 MyNavi 2个都是像类似台湾104或111人力资源网站这种感觉。我会建议从这2个大网站开始下手。我在美国找工作常常使用的这个网站 Indeed， 这个网站在日本当然也是有的，大家也可以去使用。我看他日本的工作是比较多偏于外商的，因此如果你的英文能力比较强，我认为也许 Indeed 这个网站呢可能会更适合你这样子。那 Rikunabi Next 跟 MyNavi 都是针对日本当地的人，日本也很多的外国人在那边工作，因此我觉得这2个网站你都一定要去登录。那再来呢，日本还有这个派遣公司。我自己呢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呢，有好几次都是利用日本的派遣公司找工作。那其实日本派遣公司呢，他们也非常的可以信任，尤其是以下这2家，他们是日本的数1数2的派遣公司，大家都应该要去登录，然后去跟他们的 agent 聊聊。宝盛纳，台湾也有 Pasona、Adecco， 台湾也有这个 Adecco。因此呢，如果你在台湾要找日本的公司的工作，你也可以联系这2间公司 Pasona 或 Adecco， 他们有蛮大的日本的工作的资讯。我基本上就是会透过这些管道来去日本找工作。有的人呢，他会想说一定要有一个工作机会才要过去。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先去日本再去找工作，找到工作的几率是最大的。这个是我一点点的建议啦。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欢迎联络我，欢迎这边留言。那先这样子咯。